男人在饥荒年获百亿物资，在别人啃树皮时，他带女至亲吃饱穿暖，甚至红烧肉都能吃1碗到1碗。这就是他重生回60年代，还觉醒物资系统的福利。上辈子老婆为了半个窝头冻死在破庙，这辈子我带着百亿物资重生回1962年。这次哪怕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得先让他把这罐红烧肉给老子咽下去。陈峰穿着破旧但厚实的羊皮袄，眼神凶狠又焦急。林婉面色惨白如纸，瘦得脱相，穿着单薄的补丁夹袄，意识模糊。一只粗糙的大手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开山刀，咔嚓一声撬开了铁皮罐头盖子，滚烫的油气瞬间冒了出来。在这个零下20度的破庙里，白雾像炸开一样。吃一大块肥瘦相间的红烧肉被硬塞进林婉嘴里，林婉喉咙痉挛，本能的干呕，肉块卡在喉咙口，憋得他翻白眼。咽下去，给老子咽！阎王爷敢收你，老子就敢拆了他的庙，听见没？陈峰见他吞下去了，长出一口气，瘫坐在干草堆上。他用刀挑起一块肥肉，自己胡乱塞嘴里嚼，满嘴油光。妈的，真香！上辈子让你做饿死鬼，这辈子撑死你也得给我活着。林婉恢复一丝神智，缩成一团，她牙齿打颤，惊恐地看着陈峰手里的刀。陈二流子，你这肉是偷公社的，你给我吃这个是想逼我嫁给你？我不嫁，死也不。叫我想得美，这是喂猪剩下的，不吃，老子现在就把你扔出去喂狼。林婉看着那缸冒着热气的肉，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，想推开，手却死死抓着缸沿。林婉吞咽口水的声音被放大，变成庙门被猛烈踹开的巨响，3、4道刺眼的手电筒光柱乱晃，直接照在陈峰和林婉脸上。林婉嘴角还挂着红色的油渍，在强光下显得触目惊心。抓到了！好啊，陈峰，你个狗日的私藏违禁品！还有这女知青，深更半夜孤男寡女，吃肉喝酒，这是搞乱男女关系，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角。不是，赵二哥，赵二狗一步跨上前，贪婪地吸了吸鼻子，眼珠子死死盯着那缸肉。这么香，这是猪肉罐头。陈峰，你哪来的？是不是偷了供销社的仓库？人赃并获，这肉是物证，没收。赵二狗手还没碰到缸子，突然停住，一把磨得雪亮的开山刀咚的一声剁在了赵二狗手边的供桌上。陈峰眼皮都没抬，慢条斯理地从怀里掏出一块雪白的毛巾擦手，声音不大，但透着一股寒气。赵二狗，你的爪子不想要了？你敢抗法？陈峰，你这是偷公家的东西，是死罪，我看你这回怎么应对。陈峰嗤笑一声，把擦手的毛巾扔在火堆里，站起身，比赵二狗高出一个头，压迫感极强。陈峰从怀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、盖着红章的纸，直接拍在赵二狗脸上。死罪！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啥？赵二狗手忙脚乱地抓下那张纸，纸上赫然写着县武装部野猪采购特别通行证，下面那个红章大得吓人。老子是给公社食堂打野猪的编外猎手，这肉是老子替公家试毒的，万一野猪吃了耗子要咋办？我不先尝尝，毒死书记你负责。是毒，用得着吃一整缸，还给女知青吃，你放屁呢？我乐意，这女知青身子骨弱，万一我毒死了，得有个人回去报信，咋的？赵队长也想替公家试毒？赵二狗被刀逼得连连后退，但这肉香实在太勾人，眼珠一转，无赖劲上来了。既然是公家的肉，那就是集体的，见者有份。这锅肉充公，兄弟们，把肉端走，咱们带回去仔细检查。2个民兵听见有肉吃，眼睛都绿了，就要往上冲。林婉吓得死死抱住搪瓷缸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陈峰突然笑了，笑得让人发毛。他猛地抬脚，一脚踹在面前的火堆上，燃烧的木柴带着火星子，像天女散花一样直接崩了赵二狗一脸。赵二狗捂着脸惨叫，几个民兵吓得抱头鼠窜。陈峰单手拎着刀，站在漫天火星里，像个杀神。充公！想从老子嘴里抢食，问过我手里的刀没？你敢动手？你等着，我去喊支书，我去喊保卫科。陈峰，你完了，你这是杀人未遂！呸！神经病啊！威胁到老子头上了。他转身看向缩在角落发抖的林婉，林婉看着眼前这个凶神恶煞的男人，又看了看怀里的肉。那个，你把火踢灭了，我们要冻死了。陈峰愣了一下，随即手往身后伸了一下，然后从空间里像变戏法一样掏出一件军大衣，直接扔在林婉头上，把她盖得严严实实。冻死？想什么呢？跟着我，这辈子你想冻死都难。赶紧吃，吃完了还有事干。干啥？赵二狗肯定去摇人了，咱们得在他回来之前把这些肉什么的彻底消灭干净，这样他们就没证据了。陈峰突然从身后拖出一个巨大的麻袋，解开绳子，里面不是柴火，竟然全是白花花的大米和挂面，甚至还有2瓶茅台。陈峰把1瓶茅台塞进目瞪口呆的林婉怀里。抱好了，待会儿支书来了，这就是咱们的护身符。你这些好东西哪来的？放心，来路正着呢，要不了你的命，快吃。他只需1点肉就能让村民们不敢闹事，甚至能让他们为他赴汤蹈火。这就是在这饥荒年代，他有百亿物资就相当于拥有一切。陈峰和林婉正在破败的山神庙里吃红烧肉，还没等他们吃完，赵二狗就带着村民们和支书过来了。村民们围成一圈，不敢靠近，但又舍不得走。那是肉，那是红烧肉，
乖乖，这也太香了，供销社主任过年都吃不上这个吧？陈峰无视众人的目光，让林婉继续吃。这时候正好村支书过来了，陈峰拿出准备好的麻袋递过去。支书，我有办法弄到物资，这些是我孝敬给您的，您放心，只要我陈峰在一天，就绝对有您一口吃的。现在日子不太平，您心里也有数。村支书看着袋子里的精米白面，还有茅台酒，显然神色变了。他知道如今什么世道，已经开始饿死人了。陈峰，你此话当真？这粮食的出处？您放心吧，我自己的路子正得很。这边村支书和陈峰还在聊着，另一边赵二狗还在盯着肉，缸里的红烧肉油脂析出，焦香味像炸弹一样在人群中炸开。赵二狗闻着味儿，恨不得把舌头吞下去。偷公家的，这绝对是偷公家的。支书，他哪儿来的这么多肉？一定是偷的，快把他抓去送到公社啊！赵二狗，别因为自己的嫉妒心坏了大事。陈峰小子是县武装部野猪采购员，他的肉是合法合规的。不可能，支书他……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林婉归我赵，以后谁敢扣他工分，谁敢给他穿小鞋，我就断了谁家的肉路。这10里8乡，想吃野味的，想换山货的，都得看我陈峰的心情。村支书听见陈峰的话，没有多言，显然是默许了他的作为。村民们面面相觑，在这个缺油少盐的年代，陈峰这话比圣旨还管用。几个原本想帮赵二狗说话的村民，默默把脚收了回去。林婉捧着滚烫的肉片，看着挡在身前那个宽阔的背影，心中五味陈杂。这个二流子是在护着我，可是为什么？他悄悄伸出手，抓住了陈峰破旧的羊皮袄衣角，死死攥紧。林婉咬下肉块时，露出了满足的表情。前世林婉这个时候经常被宿舍里的人欺负，看来还得早点找个理由把她带出知青点。不知道今天会不会？等今晚先去看看。宿舍里破败阴暗，所有的女知青都睡得大通铺。林婉，一会有你好受的。林婉走到自己的铺位前，整个人僵住了。那床本来就单薄的破棉絮，此刻湿漉漉的还在滴水，散发着一股馊味。这谁干的？我晚上怎么睡啊？哎呦，谁知道呢？可能是屋顶漏雨吧。有些人啊，刚来就勾搭村里的二流子吃肉，也不怕烂嘴，这叫报应。门外，这时陈峰一脚踹开门，大步走进来，看都没看女知青甲，径直走到铺位前，伸手摸了一把湿被子，冰的。他转身，眼神像要吃人。漏雨，这天连个云彩都没有，漏哪门子雨？你个男的怎么乱闯女宿舍？流氓！陈峰冷笑，没有理会知青甲的话语，直接把湿被子卷成一团，扔到地上，发出啪的一声湿响。这种破烂，不睡也罢。油灯在土墙上的影子跳了一下，林婉蜷在炕角，薄被裹到下巴，仍止不住的抖。那床被入潮的能拧出水来，霉味混着土腥气往鼻子里钻。他看着陈峰伸手摸被子的动作，这被子里渗的水比你脑子里的水还多。陈峰，别冲动，我凑合一宿就行。凑合？老子的女人从来不凑合。你去哪儿？外头雪还没停。话音未落，陈峰已抓起炕头那件军大衣，肘部磨得发白，但厚实。他抖开没穿，只是搭在臂弯。等着我去给你借床新的。那个借字，他说得很慢，舌尖抵着上颚，像在品什么滋味。林婉心里一紧，这年头谁家有鱼被？他掀开被子坐起，薄衫下的身子在寒气里激起一片凛。啊，借谁的？赵二狗刚娶的小媳妇，听说陪嫁了一床10斤重的新棉被，正好给她那张脸消消肿。林婉看着他逆光的背影，这男人这几天变得陌生。从前的陈二流子眼里只有酒和牌九，现在的陈峰眼睛里沉着东西，沉得让人发慌。门开了，雪片子打着旋往里扑。林婉下意识闭眼，再睁开时，陈峰已迈出门槛，军大衣在他手里一甩，披上肩头，动作利落的像战士披甲。他盯着他的背影，风雪很大。远处赵二狗家新起的瓦房，窗里透出黄蒙蒙的光，那是玻璃窗，全村没几家有。他忽然想起什么，赤脚跳下炕，扑到门边。你没拿到？用不着。林婉扒着门框，指尖冻得发麻。他看着那身影越来越小，融进夜色里，忽然觉得这个陈峰好像什么都不怕了。陈峰走到村道拐角的老槐树下，四下无人，只有风卷着雪，在空荡荡的打谷场上打旋。他掏出一个黑色的头套戴上，他在眼睛的位置眨了眨眼，视线从2个圆孔里射出去，像从碉堡的射击孔往外看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陈峰在头套下咧了咧嘴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让赵二狗看见的不是陈二流子，而是一双眼睛，一双在血液里晶亮如狼，能让人做3个月噩梦的眼睛。他出发了，赵家的瓦房越来越近，3间大瓦房，新刷的白墙在黑夜里很扎眼，西屋的灯还亮着，窗上映出2个人影，一个坐着，一个弯腰忙活，该是在上药。收音机在唱样板戏，咿呀呀的透过窗缝露出来。陈峰绕到屋后，后窗下堆着柴垛，是开春盖防剩的船子木。他试了试，很结实，攀上去的时候他动作很轻，上辈子后来那些年在刀口舔血的日子，那会学的本事，把这些刻进了骨头里。蹲在窗沿上往里看，赵二狗趴在炕上，他的脸白天被烫伤了，此刻敷着草药。青年，你要疼死老子啊！男人的身影如夜猫窜墙，鞋不沾地，尽是踏雪无痕。他手扣砖缝如壁虎游墙之功，随后一个倒卷翻上檐头，最后蹲身瓦上与夜色同融，顺着缝隙看着对方家里的一切。青年，你要疼死老子啊！
新媳妇背对着窗，手抖了一下，是个瘦小的女人，梳着2根麻花辫，穿着红底碎花的棉袄。这样得用力揉开才有效。哭什么哭？丧门星！赵二狗抓起炕头的茶缸就砸，茶缸擦着女人耳边飞过，哐当砸在墙上，滚到炕角，里头是红糖水，洒了一地。女人肩膀一抖，没敢躲，也没敢哭出声。陈峰看着头套下的脸没什么表情，他视线移到炕梢，那里整整齐齐叠着一床被子。倒也没想真拿走这床被子，再好也配不上我家媳妇，今晚就教训教训她。陈峰移开视线，他悄无声息地从窗沿滑下，落地时像猫，雪地被军靴踩出2个浅浅的印，很快又被新雪盖住。绕到前院，大门虚掩着，农村人家睡觉不锁门，尤其赵家这种横着走的更不怕贼。陈峰在门口停了3秒，他推门一跃，堂屋里黑着，只有西屋门缝下露出一线光。陈峰径直走过去推开西屋门，赵二狗正侧着头，让媳妇给他擦脸。听见门响，谁啊？大半夜的！然后他看见了陈峰，准确说是看见了一个黑色的头套，和头套上那2个窟窿里一双金光四射的眼睛。时间静止了1秒，赵二狗的嘴还张着，那个的字卡在喉咙里。新媳妇手里的毛巾掉在地上，发出闷响。你陈二流子，你他妈你带的什么玩意儿？陈峰走到炕边，他没说话，只是抬起脚踩在赵二狗的腿上。啊，腿，我的腿！陈峰脚下微微用力，捻了捻，嚎叫戛然而止，变成道抽冷气。赵二狗脸色惨白，汗珠子从额头滚下来，和黑乎乎的药膏混在一起。陈峰弯下腰凑近他，头套几乎贴到赵二狗脸上，那2个黑窟窿里，赵二狗能看见自己扭曲的倒影。这一脚是利息，本金咱们慢慢算。陈峰走出去之后，直接回了家，确信四下无人之后，反手插上门栓。他意念一动，眼前破败的土墙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灯火通明的异次元商超空间。这时代被子再好，也终究比不过后世的。他伸手从货架顶层拽下一个巨大的真空压缩包，弯弯身子弱，得用这个。包装袋上印着一行字：新疆特级长绒棉，加厚冬被，净重4000克。陈峰撕开包装，巨大的棉被像发面馒头一样蓬地弹开，瞬间膨胀到半米厚。他摸了摸细腻的磨毛面料，这太新了，拿出去得被当特务抓起来。随后他动作麻利地找出一块满是补丁的旧床单，穿针引线，粗暴地把这床顶级棉被给包了起来。妈的，这年头对媳妇好还得跟做贼似的。陈峰一脚踹开之清点大门，他怀里抱着一坨巨大、臃肿、看起来脏兮兮的东西。哎呦，吓死个人哟！这不是陈二流子吗？刚才牛皮吹得震天响，说去借全村最好的被子，就这是去哪个死人堆里扒出来的破烂？滚开！好狗不挡道。你个盲流，我要去公社告你！屋内传来林婉的咳嗽声，陈峰大步走到林婉床前，全屋的女知青都缩在被窝里，探出头看笑话。林婉裹着那床湿被子，嘴唇冻得发紫。陈峰，你别惹事了，我铺上。他把怀里巨大的包裹往床上一扔，那床被子落在木板床上，不仅没有像普通旧棉絮那样啪的拍死，反而像果冻一样 Q 弹的晃动了几下，厚度直接把林婉小小的身子都挡住了。众女知青原本在看笑话，突然集体愣住。装什么大尾巴狼？里面塞的芦花还是稻草啊？这么鼓！稻草？他刀尖挑住被套上故意留的一个线头，用力一划，呲啦！随着旧床单裂开，一团雪白、细腻、毫无杂质的棉絮像云朵一样溢了出来。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这棉花白得刺眼，白得让人心慌。陈峰的手指按进棉花里，瞬间陷进去，松手后立刻回弹。哎呀，这新棉花劲儿太大了，旧床单都包不住。见过没？这叫长绒棉，1两棉花抵你那床破被子10斤重。这怎么可能？供销社都没这么白的棉花。天哪，看着就暖和。林婉钻进被窝，那种被云朵包裹的触感让她瞬间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。好暖和，陈峰，这真是借的。陈峰没回答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军绿色的水壶，那是他灌满热水的暖水袋，塞脚底下，冰得跟死人似的。今晚捂不出汗，明天不许下床。你快走吧，这里是女宿舍。都看清楚了，以后谁敢让林婉收东，我就把谁的被子扔茅坑里。门关上了，油灯吹灭，雪还在下，一层层覆盖了陈峰来时的脚印。只有那床被子在漆黑的土炕上，静静地散发着新棉花的蓬松的暖香。女宿舍窗外，赵二狗脸上贴着狗皮膏药，肿得像猪头。他跟着陈峰一路来到这里，赵二狗死死盯着窗户缝，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。他没看林婉，看的是那床露出来的白棉花。妈的，这种橙色的棉花，县长都盖不上。陈二流子，你完了！你哪来的钱？哪来的票？这绝对是来路不正，是盗窃国家财产。赵二狗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，借着月光，用铅笔头狠狠地写下几个字。本子上歪歪扭扭写着：举报信，陈峰私藏巨额违禁物资，来源不明。明天一早我就去县革委会，陈峰等着吃枪子吧。小火狠狠一蹬地面，鞋底碾过积雪，发出咯吱声。厚厚的雪炸开后漫天飞，他纵身朝着另一侧树上猛扑过去，压得树干直颤。随后他借着冲劲向旁边翻滚，竟把旁边的树撞断，砸向野猪。
受惊的野猪扯着嗓子嘶嚎，震得枝头上的鸡血簌簌往下掉，然后被小火死死按进齐腰深的雪地里，半点都动弹不得。赵二狗以为我去销毁罪证，其实老子是去进货，顺手宰头野猪王，今晚就让全村闻着肉香睡不着觉。昨晚上赵二狗下定决心要去举报，没想到今天早上他进城时撞见陈峰。陈峰，你去哪？你是不是要去销毁你的罪证？你等着，你死定了！昨晚没腾够是吗？滚，老子还没轮到你管！说完便转身而去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陈峰背着林婉，像头熊一样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趟路。林婉趴在他背上，脸埋在他那件破羊皮袄的毛领子里，只露出一双受惊的小鹿眼。抓紧了，掉下去喂狼我可不管。陈峰，我们这是去哪？赵二狗他们会不会追来？借他俩胆儿，他估计这会正想着怎么举报我呢。放心吧，这地方叫鬼见愁，除了我，进来的都得横着出去。说完，陈峰脚步一顿，把林婉放进一个巨大的枯树洞里。待着别动，我去，方便一下，谁敢靠近就捅他。陈峰钻进灌木丛，异次元商超空间的自动感应门打开。陈峰站在货架前，他手里抓着一个蓝布口袋，里面有一袋五常大米，还有白面粉和红糖块，这是他昨天晚上收拾好放进去的。妈的，这精面粉太白了，还得掺点麸皮，不然回去没法解释。行了，够吃半个月的。陈峰刚钻出空间，远处传来林婉凄厉的尖叫声和野兽沉重的低吼。一只300多斤的黑毛野猪，獠牙像2把匕首，正刨着蹄子冲向树洞。林婉缩在里面，手里的刀都在抖，根本握不住。啊！救命啊！野猪发狂冲刺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黑影从旁边的岩石上飞扑而下。畜生，找死！陈峰没有用空间，没有任何花哨，他骑在猪背上，左手死死扳住野猪的獠牙，右手反握那把刀。陈峰手臂青筋暴起，刀光一闪，刀刃精准刺入野猪脖颈动脉，一拧一拔，滚烫的猪血喷了陈峰一脸，也溅在洁白的雪地上，红白对比触目惊心。野猪哀嚎一声，轰然倒地，抽搐2下不动了。妈的，敢动老子的女人！陈峰在雪地里用力搓洗那双血淋淋的手，林婉吓傻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浑身僵硬。陈峰洗干净手，走过来，身上的杀气还没散尽。吓傻了，张嘴！啊！陈峰把糖塞进他嘴里，指尖粗糙的剪子擦过他柔软的嘴唇。林婉含着糖，一瞬间愣住了，浓郁的奶香瞬间在口腔炸开。在这个连红薯都吃不饱的年代，这种纯正的大白兔奶糖简直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。好甜，陈峰，这是什么？怎么这么甜？陈峰看着他哭，有点手足无措，转过头去处理猪肉。捡的那个，你别哭了，留着力气。这猪肉还有那堆粮食都得背下山，今晚给你做红烧肉。林婉看着陈峰宽阔的背影，眼神变了。他好像也没那么坏。村口聚集了很多人群，陈峰拖着巨大的野猪，背上还扛着2个鼓囊囊的麻袋，像个战神一样出现在村口。林婉跟在后面，小脸红扑扑的，村民们都看直了眼，咽口水的声音此起彼伏。乖乖，这么大的野猪，这得多少肉啊？那袋子里装的啥？看着像细粮啊！站住，李干事，就是他，我就说他有问题，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？这车上不对，这猪肚子里肯定藏了违禁品，还有那麻袋，打开，必须打开检查。陈峰，有人举报你偷东西，私藏国家违禁物资，把你背上的袋子放下来。一会发生什么也别出声，听我的。陈峰停下脚步，把几百斤的东西往地上一砸，他手按在刀柄上，目光扫过赵二狗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几十双眼睛死死盯着地上的袋子。赵二狗像条疯狗一样扑上去，手都在抖。李干事，我陈峰什么人您不知道？要有粮食，我还能饿得前胸贴后背。李干事就在底下，绝对是白花花的金面粉。陈峰，你这个狗东西，这回神仙也救不了你。陈峰抱着胳膊，用脚尖点了点背篓，一脸看傻子的表情。茶可以，但是赵二狗要是没有呢？没有，老子把这背篓吃了。哎，别急，领导，这袋子里都是我进山弄的土特产，还有这头野猪，本来就是想给公社改善伙食的，但这小子因为跟我有点过节，公报私仇，非说我藏了违禁品。这一掀开，要是没有，我的清白咋算？少废话，有没有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起开！陈峰身子一侧，挡住了村民的视线，正好把李干事夹在中间。他的手像变魔术一样，从破棉袄里掏出一包软壳香烟，蓝底白塔大前门。领导，借一步说话，山里风大，抽根烟润润嗓子。李干事的手指触碰到那包烟的瞬间，僵了一下。这年头，供销社里的大前门那是特供，有钱都买不到。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，原本板着的脸，肉眼可见的松弛下来。嗨，那个陈峰同志觉悟还是有的吗？不过程序还是要走，打开吧。对，打开，肯定有白面。陈峰松开脚，弯腰，猛地掀开盖布，背篓里满满当当，全是带着泥的野菜、蘑菇，而在最上面，赫然绑着一只色彩斑斓的野鸡，还在扑腾翅膀。领导，这只鸡是专门孝敬，哦不，专门上交给公社补身子的，哪来的白面？赵二狗，面呢？你给我变出来！
他心念一动，就把袋子里的精米白面调包换成了野菜、野鸡等土特产，不仅没让恶意举报的对手得逞，甚至反手给对方冠上罪名。这就是他拥有系统空间的厉害之处。赵二狗没翻出精米白面，林婉松了口气，身体晃了晃，两个民兵对视一眼，枪口微微下垂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藏哪了？我亲眼看见的白面，用蓝布口袋装的。陈峰，你个王八蛋，你会妖法？妖法？蓝布口袋？这小子昨晚果然拔枪头了，可惜你只看见我放进去，没看见我后来掉了包。看来是个误会。接着他转身反手就是一巴掌，赵二狗被这一巴掌扇得原地转了半圈，脸上瞬间浮起5个指印。谎报军情，浪费革命时间，我看你才是思想有问题。从明天起，赵二狗去扫3个月猪圈，少1天都不行。李干事，这野鸡您拿走补身子，野猪就交给公社给大伙添道菜吧，我先走了。周围的人听见有野猪肉吃，一个个眼睛都亮了，纷纷夸陈峰大气懂事。林知青走了，这种疯狗一定要离远点，小心有狂犬病。林婉被陈峰拉着，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。他回头看了一眼狼狈的赵二狗，又看了看前面这个高大的男人，心脏突突直跳。虽然我不知道袋子里原本装的东西去哪里了，但是它好像真不一样了。陈峰和林婉一前一后走在雪地里，脚印深深浅浅。林婉终于忍不住：那烟你哪来的？还有野鸡，我明明看见那个袋子里。不该问的别问。赵二狗不会罢休的，他在队里有关系。李干事今天给面子，明天呢？后天呢？怕了？不怕，就是觉得像在做梦。你这几天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。陈峰盯着他看了几秒，突然伸手假装从袋子里，实际是从系统里掏出一个东西，用油纸包着，巴掌大，塞进林婉手里。手里暖暖。烤红薯，好香啊！吃你的！他的声音混在风雪里，听不出情绪。林婉捧着红薯站在雪地里，热气熏着眼，有点发酸。他小口咬下，真甜，甜到心里发颤。不过他想回吃清点的时候，陈峰拉着他不让走。屋里很黑，只有窗户缝里透进来的月光。陈峰动作麻利，找了几块破布，把窗户缝堵得严严实实。陈峰，你带我来这干嘛？孤男寡女的。陈峰没说话，擦亮一根火柴，昏黄的煤油灯亮起。陈峰转过身，看着林婉，她太瘦了，脸色蜡黄，那件红围巾衬得她更加憔悴。我现在还不能告诉她空间的秘密，但是带她改善一下伙食还是可以的。作弊眼，你要干什么？让你看看跟了我过的是什么日子。数3声，1、2、3。陈峰的手在桌上一挥，一罐铁皮午餐肉沉甸甸砸在桌上，一把精致挂面包装至雪白，一包红糖散发着甜腻的香气，最后是一瓶绿玻璃瓶的二锅头，还有2个干净的白瓷碗。睁眼。林婉睁开眼，那一瞬间，她的瞳孔地震。在这个连红薯面都要算计着吃的年代，这一桌子东西简直就是皇宫里的御宴。这是午餐肉挂面。陈峰，你去抢供销社了？陈峰拔出开山刀，当当2下撬开午餐肉的铁盖，粉红色的肉块露出来，油脂的香气瞬间填满了这个破屋了。陈峰切了一大块，直接递到林婉嘴边。抢？老子不需要抢。婉儿，这个世道，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。跟着我，以后这种东西你想吃多少就有多少。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在这个世道上横着走？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，墙上2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交织在一起。林婉看着满桌的东西，看着这个陌生的熟悉的人，他想起白天的搜查，想起赵二狗的嘶吼，想起李干事口袋里那包一闪而逝的烟。林婉的眼神变了，从惊恐到茫然到恍惚，最后沉淀成一种冰冷的坚硬的东西。他缓缓站起身，走到桌边，拿起那把挂面，手指收紧，挂面发出细微的断裂声。香。陈峰笑了，不是白天那种应付的笑，也不是刚才那种冷笑，是真正从眼底漾开的，带着某种释然和狠劲的笑。他抓起那瓶二锅头，又灌了一口，递给林婉，喝一口，暖暖身子，也壮壮胆。慢点，这玩意烈。红糖你留着，每月那几天泡水喝。你怎么知道我每月？猜的。其实不是猜的，是上辈子他疼得在炕上打滚，我翻遍全村也找不到一块红糖，最后去卫生所偷，被人抓住，打断了3根肋骨。陈峰，你真是陈峰吗？你说呢？你是，眼睛还是那双眼睛，只是里头装了太多东西。陈峰没接话，走到窗边，扒开破棉袄一条缝，往外看。赵二狗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要比他快。他走回桌边，手指蘸了酒，在桌上画。李干事好烟，公社王主任爱喝酒，武装部的老张喜欢打猎。他画了一个圈，又画了一个圈，圈圈相连。这个世道想横着走，光有粮食不够，得有关系，有把柄，有别人想要的东西。林婉看着他，像第一次认识这个人。你想做什么？先把李干事喂饱，他今天收了烟和鸡，下次就会收肉、收酒、收一切他想要的东西。窗外传来隐约的狗吠，陈峰侧耳听了听，赵二狗回家了，这会儿该在他爹跟前哭呢。那今晚他们不敢来，李干事刚放了话，他们这会儿来就是打李干事的脸。但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
你怕吗？林婉看着桌上的东西，看着那瓶二锅头、那包红糖、那卷挂面，然后看向陈峰。不怕。林婉坚定地说自己不怕。煤油灯下，物资堆满破桌。林婉的手指抚过挂面，忽然攥紧一根，清脆的断裂声在寂静中炸响，挂面碎屑落在红糖纸上。林婉眼神变了，恍惚褪去，只剩冰冷的清明。她推开物资，从炕席下抽出一张草纸，木炭划过纸面，线条利落。出村3条小路，30里外现成轮廓，城西乱葬岗旁圈出鬼市，算是1斤肉等于黑市2元等于20斤红薯。官价。这些东西不能见光，这些吃进肚子里，明天就没了。但换成黄货、老物件，哦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吃进肚子里的是屎，换成金条藏在墙缝里的才是命。陈峰看着他，这个前世饿死在血液的女人，此刻眼中闪着饿狼般的光。你舅舅是那个5年前吊死的刘朝凤？你知道？陈峰从怀里掏出个东西，一块上海牌全钢手表，表盘在灯下泛着冷硬的金属光泽。他拉过林婉的手腕，纤细苍白，能看见青色的血管。手表在他腕上显得太大，晃晃荡荡。你舅舅没告诉你，鬼是最认的不是金条，是时间。林婉盯着手腕上的表，秒针走动，滴答滴答，在寂静中如心跳。陈峰吹熄煤油灯，在彻底的黑暗里。带着它，它是你的护身符，也是今晚的入场券。走，我们去会所谓的鬼市。陈峰和林婉收拾完东西就去了鬼市，这里没有灯，几百号人像幽灵一样在坟包间穿梭，脚下不出声，嘴里不说话。林婉死死抓着陈峰的衣角，指节发白，整个人都在抖。票呢？这个够不够？贵客里边请。陈峰找了个背风的墓碑旁，铺开一块红布，他像变戏法一样，从怀里掏出3样东西摆开：一罐午餐肉，一包白糖，一盒阿莫西林。这3样东西一出，周围原本流动的黑影瞬间定住了，10几双眼睛死死盯着红布，像饿狼盯着肉。那是肉罐头，铁皮的。你看那糖，雪白雪白的，一点杂质都没有，供销社都没这货色。一个老头穿着破中山装，脸色蜡黄，挤进人群。小兄弟，这是洋药，消炎的。阿莫西林专治烂肺，化脓，高烧不退，阎王爷拉人，他能抢回来半条命。救命！我孙子发烧3天了，我没钱，我只有这个。一根小黄鱼在马灯下闪着迷人的光，林婉吓得倒吸一口凉气。陈峰接过金条，在牙上咬了一口，扔过去2板药，又把那罐午餐肉推过去。成交肉拿回去煮粥。人群一阵骚动，金条换药，这手笔太大了。陈峰刚用药换到金条时，人群突然像潮水一样分散，3个穿着黑棉袄的大汉围了上来，领头的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劈到嘴角的刀疤，手里玩着一把弹簧刀。聂生啊，懂不懂规矩？拜过码头了吗？你要规矩。这根金条算孝敬爷爷的，这小娘们手上的表算罚款。至于这药吗？啊！没人看清陈峰是怎么出手的，刀疤脸持刀的手腕呈90度反折，弹簧刀到了陈峰手里。我的规矩很简单，动我的钱断手，动我的女人断头。放开大哥，滚！陈峰像扔垃圾一样把刀疤脸甩出去3米远，没等陈峰捡起地上的金条，远处突然亮起几10道手电筒的光柱。都不许动，把东西放下！人群瞬间炸了锅，哭爹喊娘，四散奔逃。在那边那个猎户有金条，他是大鱼。几道手电光瞬间锁定了陈峰和林婉，后面跟着的车里走下来个男人，戴着金丝眼镜，贵气不凡。金丝眼镜男王凯没抓人，而是像捧着祖宗牌位一样，捧着那盒拆了封的阿莫西林。他凑到鼻子底下闻，眼圈瞬间红了。青霉素味，纯，真纯，这药保真。王凯问陈峰这药保不保真？不信，还我！别爷，您是我亲爷。他咬牙从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铁皮文具盒。我家老爷子是老革命，肺部感染，县医院都要下病危通知了。这要能救命，我也没别的。铁盒打开，黑夜里2根小黄鱼闪着光。2根够不够？陈峰眼皮都没眨一下，反手从怀里又摸出一瓶二锅头。这天儿冷，送你暖暖身子，成交。兄弟，局气，我叫王凯，县医院采购科长。以后你的货有多少，我吃多少。这鬼事乱，以后有事儿报我名。陈峰走了。陈峰带着林婉刚摸到村口，脚步猛地顿住。远处，陈峰家孤零零的院子里，火光冲天，那不是做饭的烟，那是柴火垛被点了。在这个零下20度的冬天，烧了柴火垛，就是要冻死这一家子。陈峰，火是你家？赵二狗。赵二狗正举着火把，站在陈峰家院墙外，一边跳脚一边往柴火垛上泼煤油。火势借着风，眼看就要烧到正屋的房梁。烧死你个二流子，让你狂，让你吃肉，等你房子烧没了，我看你在雪地里怎么活。陈峰没有喊没有叫，他像一头被激怒的野猪，从黑暗中冲了出来，手里的刀在火光下划出一道寒芒。妈呀！赵二狗发现陈峰站在他身后想跑，陈峰一脚踹在他后腰上，还没等他爬起来，一只脚狠狠踩在了他的脸上碾压。火好看吗？峰哥，我错了，我就是取暖，别杀我，杀人偿命。陈峰蹲下身，捡起赵二狗掉落的火把，把火把凑进赵二狗的棉裤裆部。偿命！老子现在手抖，万一这火把掉你裤裆里，那是意外。
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我有钱，我有公分，别烧我！你也配谈钱？这时，远处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和手电光，是大队长带着民兵赶来了。来得正好，今儿这把火，我不光要让你灭了，还要让你把这辈子积蓄都吐出来给我修房子。陈峰突然收起暴力，一脚把赵二狗踢向火堆边缘。抓纵火犯啊！赵二狗要烧死我了！赵大贵推开人群，一眼看见满脸是血、裤裆尿湿的赵二狗，眼珠子瞬间红了。陈峰，你个无法无天的二流子，打人还敢动刀！民兵连呢，给我绑了，送公社枪毙！几个民兵举着枪就要冲上来，林婉吓得脸色惨白，下意识挡在陈峰身前，不许动他！是赵二狗先放火。慢着！陈峰脚尖一挑，把地上的煤油火把挑到赵大贵脚边。赵大叔，您老眼昏花了吧？看看这是啥？供销社特供的煤油，这全村除了您家，谁用得起？这深更半夜拿着煤油火把烧村民，叔，你说我要是报到县里面，这叫啥？杀人未遂，破坏人民财产。陈峰跟赵大贵说完赵二狗的罪名。你别血口喷人，二狗就是路过，不小心。乡亲们都听见没？村长说了，拿着煤油火把路过，能把我家柴火都路过着了。那明我也去村长家路过。就是啊，这火要是烧起来，陈峰人都得烧死。二狗这回是踢铁板上了。爹，救我，疼！闭嘴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！疯子都是一个村的，别把事做绝，这事儿私了，你说咋整？这柴火都烧了，我没法过冬，赔200斤无烟煤，明天天亮前拉过来。煤那是指标货，行，我给。我受了惊吓，精神损失费50块钱，现在给50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我1个月工资才30。哎呀，看来还得去县里找公安同志评评理。我给祖宗。陈峰接过钱，快速点清，揣进兜里。管好你儿子，再有下次，烧的就不是柴火，是你家婆。滚，都给我滚回去睡觉！赵大贵把村民遣散，院子里只剩一地狼藉。林婉站在堂屋中间，冻得瑟瑟发抖。陈峰，我回知青点去了。林婉转身要走，被陈峰一条手臂拦住。陈峰的手撑在门框上，直接把他圈在角落，这是个极具压迫感的壁咚姿势。回知青点，赵二狗今晚吃了亏，你觉得他在半路会不会堵你？还是说你想让他把你拖进玉米地？那我怎么办？柴火烧没了，外屋零下20度。今晚你睡里屋，跟我睡。你流氓，孤男寡女，这不合规矩。命都没了，还讲规矩？进来，还是说你想让我把你抱进来？林婉咬着嘴唇，纠结了2秒。外面的风像鬼哭狼嚎，他一跺脚，低着头，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钻进了里屋。一张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火炕，上面铺着一床崭新的军绿色厚棉被，炕桌上竟然还放着2个白面馒头和一碗红烧肉。这是……陈峰脱掉沾着血的大衣，露出精壮的肌肉线条，随手把门插上，把门锁死。今晚这屋里发生的事，烂在肚子里。吃。林婉腮帮子鼓得像仓鼠，她一手抓着馒头，一手往嘴里塞红烧肉。慢点吃，这肉又没长腿，跑不了。突然，林婉咀嚼的动作停住了，她手里的馒头掉在炕桌上，脸色瞬间从红润变得惨白，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一样往后倒。喂林婉！陈峰眼疾手快，一把捞住林婉的腰。冷，好冷，肚子疼。长期营养不良，猛一吃油水，加上刚才受了惊吓，这是急性肠胃炎并发高烧。陈峰迅速把林婉放平在炕上，拉过那床军大衣盖在她身上。林婉烧得迷迷糊糊，开始无意识的挣扎，手乱抓乱挠。别打我，我不嫁傻子！妈，救我！热！别乱动，再动把你捆起来！陈峰转身背对林婉，意念一动，货架上的布洛芬和温开水出现在他手里，他把药倒进一个粗瓷碗里，把包装扔回空间销毁。张嘴喝药。林婉本能的吞咽下去。别走，怕。不走，睡吧。刘寡妇趴在陈峰家破烂的院门缝上往里瞅，一脸兴奋。哎呦喂，都日上3竿了，这门还关得死死的。昨晚我可是亲眼看见连知青进去了，1宿没出来。这回我看他怎么死！乱搞男女关系，流氓罪！去把质保主任叫来。真的假的？林知青平时看着挺正经啊。正经大姑娘半夜往光棍屋里钻，我看啊，指不定被陈峰那个二流子折腾成啥样了呢。这种破鞋，以后谁敢要？随着刘寡妇的话，院门突然从里面被一脚踹开，2扇破门板差点拍在他脸上。陈峰手里提着刀，刀刃上还滴着水，他眼神像看死人一样盯着刘寡妇。刚才谁嘴里喷粪？再说一遍。你媳妇儿，把结婚证拿出来给这帮碎嘴子看看。陈峰站在门口，屋内静悄悄的，林婉还没出来。哟，拿不出来吧？我就说嘛，昨晚才搞到一起，今早哪来的证？民政局是你家开的啊？就是陈峰，你这是欺骗组织，把那个破鞋拉出来批斗。门口光线一暗，林婉扶着门框走了出来，她的手里捏着一张红红绿绿的奖状纸。谁说我们没证？这妮子比我还敢演。看清楚了，这是公社特批的。
那其实是一张劳动模范的奖状，背面上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写着结婚证3个大字，下面密密麻麻写着2人的名字和生辰。最离谱的是，右下角盖着一个鲜红的还在渗水的大圆印章。这字咋跟狗爬似的？还有这印章咋有股萝卜味儿？正在赵二狗要伸手去抢那张纸的时候，一只满是老茧的手按住了他的肩膀。村支书老根叔背着手，黑着脸站在后面。干啥呢？一大早吵吵把火的。支书，你来的正好。陈峰伪造公文，那印章一看就是假的。刘寡妇对老根叔说陈峰伪造公文。陈峰手插进大衣口袋，意念一动，半包大前门香烟出现在手里。陈峰上前一步，借着身体遮挡，把烟塞进老根叔的袖筒里。叔，您给长长眼。昨晚我去公社找我那个当干事的表舅办的，急事急办嘛。老根叔眉毛跳了一下，他接过林婉手里的结婚证，看了看那个还在渗水的红印泥。我看是真的，这字迹就是公社王干事的草书，这印章，印泥太新了，还没干透。说那明明是滚犊子！人家2口子领证合法同居，你们趴墙根听床，那是流氓罪。都散了，该上工上工。人群骂骂咧咧的散去，刘寡妇不甘心的啐了一口，但看着陈峰手里的刀，没敢吱声。门刚关上，行啊，林婉，你也真敢拿出来！要是老根叔不帮着，咱俩现在就被绑去游街了。那不是你刻的吗？桌上半截萝卜，切面被刻得坑坑洼洼，旁边还有一盒红印泥，那是陈峰昨晚喂完药后刻着玩的，没想到被林婉翻出来了。假的终究是假的，村里人好糊弄，过几天公社查下来就露馅。那怎么办？那就把它变成真的，待会儿吃完饭带你去公社补办。陈峰直起身，从怀里掏出一把大白兔奶糖，哗啦一下撒在林婉枕头边。在家躺着，别乱动。我去趟后山，既然全村都知道我娶了媳妇，不摆几桌酒席，堵不住他们的嘴。陈峰说出门打猎，实际上是借用空间的野猪，伪装了一下伤口。看时间差不多了，他拖着一头野猪回来。村民们正在地里干活，听到动静纷纷直起腰，眼珠子差点瞪出来。乖乖，这是野猪王八，得有300斤。肉是肉啊！陈峰走到大槐树下，都别看了，回家拿碗。今天大喜，请全村吃杀猪菜。一口直径2米的大铁锅架了起来，底下柴火烧得正旺。陈峰手里拿着刀，动作快得像残影，刀光一闪，大块的五花肉被切成方块，哗啦倒入锅中。随着水汽蒸腾，一股霸道的肉香瞬间炸开，那是这个年代极度稀缺的油脂香。围观的村民里3层外3层。都听好了，这头猪是我给林婉的聘礼，但我媳妇心善，说独食难肥，让大家伙跟着沾沾光。林志清仁义啊！丑话说前头，吃了我的肉，嘴就得给我把严实了。以后谁要在村里嚼我媳妇舌根，或者去公社乱告状，这头猪就是下场。赵二狗端着个比脸还大的搪瓷盘，硬是从人群里挤到了最前面。他刚才还在骂陈峰，现在闻着肉味，腿比谁都快。峰哥，我没嚼舌根，给我来勺肥的。陈峰看着赵二狗，勺子在锅里舀了满满一勺油汪汪的肥肉，那一勺肉精准的倒进了赵二狗旁边的大黄狗嘴边。陈峰，你宁愿喂狗也不给我。狗吃了肉知道摇尾巴，你吃了肉只会反咬一口，滚一边去！见陈峰宁愿喂狗也不让赵二狗吃，周围村民哄堂大笑。二狗，你还不如大黄呢。就是刚才谁说要举报陈爷的？好，陈峰，你等着，你这是收买人心，这是搞小团体，我要去县里告你。告我？行啊，你去告，但我保证，在你走出靠山屯之前，你的腿会先断，不信你试试。赵二狗看着陈峰那双毫无感情的眼睛，想起刚才那把还在滴血的刀，灰溜溜地钻出人群。开饭，每户1碗肉，1勺油渣。画面极度喧嚣热烈，无数只手举着碗伸向前方。陈峰盛了满满一饭盒最精华的五花肉，盖上盖子，悄悄塞进怀里。林婉趴在炕沿边，吐得昏天黑地，地上是一滩还没消化完的肥肉和油水。峰哥，这么好的肉全糟蹋了。不怪你，是我蠢。你肚子里常年没有水，突然吃大肥肉，肠胃哪受得了？我喝稀粥就行。喝什么稀粥？你这是身子亏空太久，得温补，麦乳精，只有那玩意儿能救你的命。那是干部才喝得起的，还要票，咱哪有？睡你的觉，天亮之前我给你弄回来。峰哥，你别去，那东西金贵，不是咱老百姓能碰的，万一……没万一，你只管躺着，等我回来。陈峰出门逛了一圈，接着林子和月色的掩护，进入商城空间，拿出麦乳精，回家把东西放下，看到熟睡的林婉笑了。峰哥，这是……陈峰刚舀完井水回来，毛巾搭在肩上，笑着走过来。醒了？你真弄到了？怎么弄来的？不是要票吗？老支书给的，昨晚蹲他家院外等了半宿，磨得他没法子，匀了2罐给我，还多塞了包红糖。你没给老支书添麻烦吧？咱可不能欠人情。放心，我给支书家送了半袋红薯，去年存的，他老人家爱吃这个。那票呢？支书家怎么会有富余的票？他儿子在县城当干部，上月刚进来的，支书舍不得喝，就匀给咱了。好了，快趁热喝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
峰哥，这太金贵了，我舍不得喝，留着给你补身子吧。傻丫头，你喝了才能好得快，不然胃不好，一吃肉就吐，我看着心里难受。林婉喝了一口，暖流顺着喉咙滑进胃里，熨帖的浑身都松快了。他看着陈峰转身要走，连忙叫住他：峰哥，怎么了？你早点回来，我给你蒸红薯。好，还好没露馅，晚晚能好好补补身子，比什么都强。陈峰觉得这么着也不是办法，早晚要露馅，觉得进县城看看有没有门路。刚进县城，就见街口围了一群人，县长赵德山正皱着眉踱步，身边的干事急得满头汗。赵县长，这救灾的棉衣要是凑不齐，山里的乡亲们可扛不住啊！棉衣，这不是天赐良机吗？我要是搭上赵县长这条线，那……赵县长，您看我能不能搭把手？你有办法，现在供销社断货，厂家那边也催不动。我认识个老熟人，手里囤了批棉花，就是缺人手加工，只要您能出证明，我保证3天内凑齐200件棉衣。真的？你要什么条件？我不要钱，我媳妇身子弱，急需麦乳精、红糖这些温补的东西，还有家里缺些粮票布票，您看能不能匀点？这不符合规定啊，物资都是统一分配的。特殊情况特殊处理，只要能解决棉衣的事，这些都好说。去库房拿5罐麦乳精、2斤红糖，逮捕20斤粮票，10尺布票给他。多谢县长。趁着众人不注意，他指尖一滑，开启商城空间，将里面的棉衣挪到城外的废弃仓库。您派车去西郊仓库拉货，我现在就组织人加工。小伙子，要是真能办成，我记你一功。陈峰笑着应下，等拿到物资，快步往村里赶。这样一直下去不行，东西都得有来路。陈峰一路想着做些什么合适，能利用空间最大化。想着想着就回到了家，林婉正坐在炕边缝补衣裳，见他拎着大包小包进来，吓了一跳。峰哥，你这是？托赵县长的福，我帮县里解决了救灾棉衣的事，他们给的补偿。你还认识县长？偶然遇上的，以后你就放心喝，咱这是凭本事换来的。峰哥，你真厉害，咱这日子是不是要变好了？肯定会的。这次帮县里解决棉衣的事，我发现城里缺的不光是救灾物资，老百姓日常用的东西也紧俏得很。我那老熟人手里货不少，咱可以试着做点买卖。做买卖？可咱没本钱，也没门路啊。本钱不用愁，我那老熟人愿意先赊给我货，等卖了钱再还他。门路嘛，赵县长欠我个人情，说不定能帮衬一把。3天后，赵德山派来的卡车准时停在西郊仓库外。当车门打开，200件崭新的棉衣整齐地堆在里面时，随行的干事惊得合不拢嘴。陈同志，你这效率也太高了，能帮山里的乡亲们过冬，再累也值。小伙子有担当，说吧，除了之前给你的物资，还想要什么奖励？赵县长，我想申请个个体户执照。我想做点小生意，把城里缺的东西运进来，也帮村里的乡亲们多挣点钱。听见陈峰想要个体户执照，赵德山愣了一下。这年头个体户还不常见，但看着陈峰真诚的眼神，又想起他解决的大难题。行，我给你批，不过你得记住，做生意要本分，不能坑蒙拐骗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为乡亲们服务是应该的。行，王干事，你现在就去帮陈峰兄弟办去吧。一枚鲜红的公章狠狠盖在一张泛黄的草纸文件上，字迹力透纸背，个体经营许可证。拿好了，全县第1张，烫手。陈峰没接文件，先从背篓掏出一包中华烟，压在文件上，烫手才暖和。你小子记住啊，别给我捅娄子。现在风向虽然变了，但盯着你的人不少。放心，我做买卖童叟无欺，谁要是找茬……陈峰没说完，只是把那包烟往前推了推，转身就走。县长，这真给他了，他可是个刺头。刺头才能把这潭死水搅浑，切，帮他把手续跑完。铁锅里油汪汪的肉正在翻滚，林婉夹起一块肉，吹了吹递到陈峰嘴边。香还是媳妇手艺好。峰哥，这红戳戳真好看，以后咱就不怕被抓了。怕个球，以后咱是正规军。以前做梦都不敢想，能天天吃上肉，还能挺直腰杆做人。这才哪到哪，以后我要让你数钱数到手抽筋。去你的，那手不得废了。废了我养你，明天开业，你只管收钱，剩下的交给我。陈峰眼神闪过一丝狠厉，看向墙角的道：丰碗杂货铺开业了。土房门口挂着一块木板，屋内货架上整整齐齐码放着在这个年代堪称奢侈品的物资：雪白的香皂、红糖砖，甚至还有几罐麦乳精。乖乖，那是红糖，供销社都断货2月了。那是啥？那么白？哎呦我的娘，是香姨子，还是带花香味的。李婶那双满是老茧和泥垢的手死死抓着雪白的香皂，形成强烈视觉反差。陈峰，这玩意儿咋卖？要是贵了，婶子可要骂你黑心肝了。李婶看清楚了，明码标价，香皂5毛1块，不要票。全场死记，5毛钱不要票，这简直是白送。不要票。今儿开业，图个吉利，谁要是想买，排队；谁要是赶挤。陈峰用刀尖指了指门口的烂木头，那木头就是下场。买，我买2块，不3块。好嘞，李婶，您的香皂拿好。场面瞬间失控，村民们像疯了一样往前挤，无数只手挥舞着皱巴巴的纸币。给我来1斤红糖，要那个麦乳精。
排队。我陈峰把话放这儿，在我这买东西讲究个规矩，谁守规矩有肉吃，谁不守规矩。陈峰突然把刀插进柜台木板3寸深，盯着人群后方几个鬼鬼祟祟的二流子，我就请他吃刀子。刀刃没入木板闷响，人群后头那几个二流子原本还揣着手，吊儿郎当的想浑水摸鱼，被陈峰那道冷飕飕的目光一扫，顿时打了个激灵，脚底下跟抹了油似的，悄咪咪往后缩了缩。排队。对，排队。紧接着乱糟糟的人群往后退，很快排起了歪歪扭扭的长队。夜空中鹅毛般的大雪开始疯狂落下，寒潮这是提前到了。天地白茫茫一片，视线不出5米，一只麻雀被冻僵，直挺挺的从房檐掉进雪堆里。林婉穿着棉袄，脸色红润，正在烤红薯。峰哥，这也太暖和了，我听外面动静，怕是得有零下30度。不止这种鬼天气，吐口唾沫落地都能砸个坑。咱家的煤够了，但别人家，哼！供销社原本气派的仓库，此刻塌了一半。昨晚的大雪太厚，把年久失修的房顶压垮了。王建国裹着2层军大衣，脸冻得发紫，正指挥赵二狗刨雪。赵二狗手都冻肿了，刨出来的全是湿煤和碎瓦片。主任，没法烧啊，全是了，这煤粉混着雪水，冻成冰坨子了，点都点不着。王主任，我家老娘快冻死了，你说好的供应煤呢？这让我们怎么活啊？喊什么喊？这是天灾，我也没办法，都回家，把门窗封死，硬扛。硬扛，这天能扛过去，这是要绝户啊！陈峰家，我早起看见陈峰家烟囱冒黑烟，那烟冲的肯定烧的好煤。陈峰家的大门紧闭，门缝里飘出来的热气和烤红薯的香味，对门外的人来说简直是酷刑。陈峰，陈爷，救命啊！借点煤吧，以后加倍还。大门吱呀一声开了，陈峰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，手里提着那把工兵铲堵在门口。哟，这不大火吗？不在家猫东，跑我这吹风来了。峰哥，不，陈爷爷，借点煤吧，供销社的煤都废了，全村就你有煤。借煤？谁喊着要举报我的？现在快冻死了，想起我来了。人群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寒风呼啸的声音。我陈峰不是活菩萨，但这煤我有2吨无烟煤，就在屋里堆着。听到2吨，所有人的呼吸都粗重了。想要煤？行，不卖钱，不收票，我要工。陈峰从身后拿出一张纸和笔，想领煤的签字画押，明年开春帮我陈峰干10天活，修房、开荒、种地，我只拿你们打哪，谁敢偷懒或者到时候不认账。陈峰突然把工兵铲猛地插进冻得硬邦邦的地面，火星四溅。以后就算饿死冻死，也别想从我这拿走1粒米1块煤，签不签？签，我签，别说10天，20天都行，只要给煤。我也签，救命要紧。陈峰看着这一幕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这就是原始积累。在这个年代，物资就是权力。林婉从屋里走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摞提前裁好的纸片，递给陈峰。都登记好了，一人领10斤煤，凭签字的纸片来领。大家拿着这个纸条去杂货铺那边排队，领完赶紧回家。大冷天的，别在这扎堆冻着。记住了，领了煤的，明年开春我会让林婉挨家通知上工时间，谁也别想躲。好嘞，谢谢陈爷。林婉妹子，这领煤条我拿好了，等下直接去那边就行，是不？对，婶子，直接去那边就行，我们发完纸条就过去称煤。有了这煤，娃就能睡个暖和觉了。寒风依旧呼啸，但此刻他们心里都燃起了一团火，那是对温暖的渴望，也是对明年安稳日子的期盼。就在村民们有条不紊领煤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夹杂着粗声粗气的呵斥：“都给我停下！谁让你们在这私分煤的？”众人抬头一看，只见供销社的王建国裹着一件臃肿的棉袄，领着2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，正快步往这边走。他脸上带着怒气。陈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私自囤积煤炭就算了，还敢私下分售，你这是违反规定的。王主任这话就有意思了，我这煤既不卖钱也不收票，就是让村民们先拿去取暖，怎么就违反规定了？你还敢狡辩？煤炭是国家统配物资，只能由供销社统一调配，你私下处置就是违规。我看你这煤来路就不正，说不定是非法倒卖来的。旁边的村民们一听这话，都慌了神，手里的煤筐也不自觉地放了下来。这可咋办啊？要是被认定违规，煤是不是要被收走？有人站起来说这煤会被收走，大家瞬间就站不住了。王主任，您可不能这么说，今年供销社根本没煤供应，我们都快冻僵了。小峰好心借煤给我们，怎么就违规了？你一个村民懂什么？这是政策规定，谁也不能例外。来人，把这些煤都查封没收，再把陈峰带回公社问话。王主任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这煤的来路绝对正当，是我托战友从矿区拉来的，有正规手续。手续你拿出来给我看看。王建国根本不信，他早就觊觎陈峰的物资，之前杂货铺开业他没找到由头，这次终于抓住机会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？陈峰转身进屋，片刻后拿着一沓单据走了出来。自己看清楚，每一笔都有记录，绝对合法合规。倒是王主任，供销社本该保障村民的冬季取暖物资，结果你们煤厂空空如也，你不反思自己的问题，反而来这找我的麻烦，合适吗？王主任拿起单据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
他没想到陈峰真的有正规手续。就算你这没来路正当，私下分放也不合规矩。不合规矩，那我倒要问问王主任，村民们冻得瑟瑟发抖，甚至有孩子冻发烧的时候，你在哪？供销社在哪？你们不能保障村民的基本需求，还不准我伸出援手，这就是你说的规矩？就是我们凭本事给陈爷干活换煤，凭啥不让？王主任，你要是有煤，我们也不会来这要。王建国被怼得说不出话，看着群情激愤的村民，心里也发怵。他知道，要是真把事情闹大，自己不作为的事也会被捅出去，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。但他又不想丢了面子。就算如此，也得经过公社批准才行。我不管你们怎么说，今天这煤不能再分了。陈峰懒得跟他废话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袖章戴上，那是之前赵县长临时给他的治安员袖章。王主任，我现在以村治安员的身份告诉你，保障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的职责。冬季取暖事关村民安危，我这么做合情合理。你要是再胡搅蛮缠，我就直接去县里反映情况，看看是我违规，还是你失职渎职。看到红袖章，王主任的气焰瞬间矮了半截。他知道县里最近正在严查基层干部失职问题，要是陈峰真的告上去，自己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。行，算你厉害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我第一个找你。放心，出了问题我一力承担。现在王主任可以离开了，别在这耽误村民领煤。王建国咬了咬牙，带着2个工作人员灰溜溜的走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村民们都松了口气。陈爷厉害，这下我们能安心领煤了。大家继续领吧，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断了大家的取暖煤。村民们的脸上又恢复了笑容，看向陈峰的眼神里，敬畏又多了几分。峰哥，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没事，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，不用怕。他知道经过这件事，自己在村里的威望又高了几分，而这正是他扎根立足的底气。最后一袋煤被村民扛在肩上，脚步轻快地消失在村口的雪巷里。北风卷着碎雪，呜呜地刮过光秃秃的树梢，把地上的煤屑吹得打旋。峰哥，都发完了，一共27户，没漏下一家。陈峰跺了跺冻得发麻的脚，鞋底下的积雪咯吱作响。辛苦你了，咱们快回去吧，这天冻死人。他抬眼望向村子深处，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开始冒出淡淡的青烟，那烟在寒风里拉得很长，像是一条条温暖的丝带，缠绕在低矮的土坯房上空。你看东边的李奶奶家，刚才领完煤，她孙子都高兴地在雪地里打滚呢。陈峰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李奶奶家的烟囱烟最浓，想来是已经生起了火。李奶奶年纪大了，腿脚不方便，她家的煤我刚才看是邻居帮着扛回去的，不过我还是得去看看，别让他们家生火时出什么岔子。寒冬腊月，村里的土坯房保暖本就差，生火取暖最容易出一氧化碳中毒的事，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多的家庭，更得多留意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娘教过我怎么检查烟囱通不通畅。2人踩着积雪往村东走，雪没到脚踝，每一步都要费些力气。路过几家农户，都能听到屋里传来的欢声笑语，有孩子的嬉闹声，还有大人摘菜的闲聊声。原本冷清的寒冬，因为这几袋暖煤，多了几分烟火气。陈峰带着林婉到李奶奶家，李奶奶家的门虚掩着，一股热气夹杂着煤烟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李奶奶正坐在灶台边的小马扎上。陈小子，你咋来了？李奶奶，我来看看您家的煤够不够用，再检查下烟囱通不通。陈峰扶住老人，目光扫向墙角堆着的煤袋。这煤得省着点用，天冷，后续我再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再争取点补给。够了够了，这都够我祖孙俩烧到开春了。以前过冬就靠捡点柴火，晚上冻得缩成一团，这下好了，有了这煤，再也不用受冻了。林婉已经走到屋外，踮着脚检查烟囱，烟囱口的积雪被他扫掉，又往里面看了看，冲屋里喊道：峰哥，烟囱是通的，没问题。确认李奶奶家没事，2人又往其他几户老人家里去。一圈走下来，天已经擦黑了，2人一起回家。回到自己的住处，陈峰刚把门关好，就听到外面传来敲门声。打开门，是村里的几个年轻人，手里拎着自家种的红薯和白菜。峰哥，我们来给您送点吃的。您今天帮大家领了煤，还挨家挨户检查，太辛苦了。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快进来坐。陈峰把几人让进屋，升起了火，屋里渐渐暖和起来。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，说的都是对他的感激，还有对来年的期盼。陈峰听着，时不时点点头。真不错，我在村里的根基就是这样一点点扎稳的。陈峰把几人让进屋。峰哥，您今天怼王建国那架势真是太解气了，以前他总拿公社当借口卡我们，这次总算碰到硬茬了。可不是嘛，有您在，我们心里就踏实。来年春耕，您要是有啥计划，尽管吩咐，我们都听您的。大家信我，我就不能让大家失望。春耕的事我正琢磨着，回头咱们找个时间一起商量，争取今年多打些粮食。陈峰和林婉一起路过独居的张大爷家，刚推开篱笆门，陈小子，快进来烤烤火。张大爷，煤还够烧不？够，你上次匀给我的那袋还没冻多少呢。倒是你天天在外面跑，可得多穿点。张大爷您放心，我天天提醒峰哥添衣服呢。王建国自那次领煤风波后，再也不敢刁难村民，还被公社约谈批评，责令协助村里解决过冬难题。赵县长下乡考察，看到村里的景象，
陈峰同志，你做得很好，关键时刻能站出来为村民着想，把干群关系理顺了，还让大家平安过冬，这就是为民办事的好样子。县长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多亏了乡亲们信任，还有公社的支持。组织上决定正式任命你为村副主任，主持村里的日常工作，希望你继续带着乡亲们好好干。任命消息传开，村民们自发聚在村口，放起了鞭炮。陈小子，你可真是我们村的福气啊！以后有你当家，我们的日子肯定越来越红火。是啊，该叫陈主任了，我们都听你的，跟着你好好干。乡亲们，谢谢大家的信任，往后我一定尽我所能，和大家一起把村子建设好，让咱们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。掌声和欢呼声在村口回荡，久久不散。